大家好，我是阿德，超愛台灣的荷蘭人。最近有個新聞，在意大利有16個台灣的遊客去意大利餐廳點5個披薩、3杯啤酒，然後那個意大利老闆非常的生氣，還在網絡上 po。當然那個老闆這樣 po 也不對，但是誰會去餐廳，然後16個人只點那麼少？那在荷蘭也有一些事情你絕對不能做的，我現在就是要跟你們講，然後後面還跟你講，不是只有會讓人家生氣的事情哦，是你做了很有可能被罰錢，甚至坐牢。想知道是什麼嗎？繼續看。如果你在荷蘭，你去餐廳，然後你要哪個服務生理你，你不能叫服務員，服務員。我住在中國的時候，幾乎每一家餐廳有人這樣是叫服務生，然後那個服務生他幫你倒水或者什麼的你沒有看他，然後他們也沒有說謝謝。在荷蘭是不可能的，你要對服務生、餐廳的員工，你要非常的有禮貌，他們也是對你很有禮貌，大部分是對你有禮貌，我也碰到過沒有禮貌的服務生，但是你還是要有禮貌，很重要，你不能這樣子叫服務生，你要服務生理你，你要等他看你，然後手這樣揮一下，說意思就是你可以來嗎？我們要點餐。荷蘭人基本上不喜歡你在外面很大聲。當然，可能你去了荷蘭，你也碰到講話很大聲的荷蘭人，但是一般的荷蘭人不喜歡。我們喜歡正常，do normal。你也不要太情緒化了，你有什麼話你就好好的講，而且我們也喜歡，如果你有什麼事情，你有直接講，你不要說不好意思，可能是這樣子，如果你荷蘭不喜歡用猜的，你要人家幫你做什麼，你就做什麼。我剛從台灣回荷蘭，我去一家麵包店，我要點麵包，然後有一個客人，他本來在我後面，他插隊了，但是那個員工都沒有說什麼幫他，然後我就覺得莫名其妙，好奇怪。後來他辦完了，我就跟他講說，其實是我先哦。那個女生說，那你有嘴巴，你為什麼沒有講？那荷蘭就是這樣子，可能住亞洲那麼久，我已經忘了。但是在這裡，其實插隊也是不可以做的，荷蘭人也不喜歡。如果你插隊，很有可能那個人就會跟你發脾氣，而且你排隊的時候，你不可以離前面的人太近了，我們也不喜歡，這樣也是很沒有禮貌。我們荷蘭基本上也不是很喜歡人家靠我們太近了，如果講話的時候要保持一點距離。是你的那個私人範圍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如果你在等公車的時候，不要站人家的旁邊。我在台灣的時候，還有中國，我常常發現了，我在等公車的時候，旁邊的人就靠我超近了，我跟你那麼熟嗎？而且很奇怪，也不是說都沒有位置站，他就喜歡靠你很近，我也不懂為什麼。所以那個私人範圍非常的重要。很多年之前，我還住在台灣的時候，有一個美國同事，他常常跟那個英國來的同事這樣說：你要來我家喝杯啤酒，我們吃漢堡聊天，但是從來沒有真正的請我們到他家。有一次我們坐捷運的時候，他說：我的站到了，我要下車。我跟那個英國同事就說：好吧，我們去你家。
他說為什麼？他說對啊，你不是說我們可以到你家喝杯啤酒嗎？吃漢堡嗎？哦，現在不行哦，现在不对，我要幹嘛？他一直在找借口。但是如果你跟那個荷蘭人講，我請你到我家，那你一定要做，不然的話，你以後不要跟那個人做朋友了。荷蘭人很愛抱怨，很愛抱怨這裡的天氣，很愛抱怨食物不好吃，很愛抱怨荷蘭人什麼都很討厭。是荷蘭人可以講，如果你是一個外國人，你不是在荷蘭出生的人，你開始抱怨荷蘭，荷蘭人就會非常的不高興，他會覺得你憑什麼？你又不是荷蘭人，你幹嘛罵我們荷蘭的食物？你幹嘛罵我們荷蘭的天氣？所以你到荷蘭，你覺得哪一些地方討厭，心裡想就好了。除非你跟那個人熟了，他認識你，好，那就沒有問題。但是如果你剛到荷蘭，然後他問你，你覺得荷蘭怎麼樣？你那些討厭的地方，你先不說好了，因為在荷蘭分得很清楚，荷蘭人出生的荷蘭人，白人，然後新來的荷蘭人，說非白皮膚的荷蘭人跟外國人都分得很清楚。那每一個等級有不同的權利，對他們來講不是我，但是你也可以不要理他們，因為你有什麼意見你也可以表達，但是你還是要小心。我不希望你被罵或你被欺負了。然後讓荷蘭人最生氣的，你絕對不能做的事情是什麼？在騎腳踏車的那個車道上走路，這是給腳踏車騎的，不是給你走路的。你要非常的小心，因為他們看到你，他們也不會剎車，他們會一直繼續騎，然後還罵你走開，你幹嘛在那裡走路？你這個叉，給你罵很多髒話。如果你想學很多荷蘭語的髒話，那你絕對要走在那個騎腳踏車的車道上，你可以學到非常多的荷蘭語的髒話。現在要跟你們講，你在荷蘭絕對不能做的事情，否則你會被罰錢了，否則你要坐牢。第一，我要跟你們講，在荷蘭抽大麻不是合法的。在德國現在是合法的，但是好像也不是每一個省。但是很多人以為在荷蘭抽大麻是合法的，不是。如果人家在抽大麻，一般的警察就會假裝沒看到，好，就讓你，但是他有權利罰錢了。或如果你身上帶很多大麻，那你就被逮捕了，或者被罰錢了。所以到荷蘭你要注意那方面。而且大部分的荷蘭人不抽大麻。你去阿姆斯特丹，你看到那些抽大麻的人，99%都是外國人。然後荷蘭啤酒很好喝，對不對？但是你在外面很多公共場所，你不能喝酒，你不能一邊走一邊喝，你會被罰錢了。他可以罰你95塊歐元，蠻多的。所以你要注意，如果那個地方寫 alcohol free zone， 那個地方不能喝酒。如果附近有警察或城管，你就會被罰錢了。這個是很多遊客也不知道的，所以要小心。然後，如果你去阿姆斯特丹，很多人喜歡去紅燈區，覺得很有意思。你用眼睛看就好了。你那個紀念放在心裡就好了，不要把照相機或手機拿出來照相，因為如果被發現了，你又会被罰錢了，甚至還可以把你的手機或照相機沒收了，所以這個也是絕對不能做的事情。荷蘭人很喜歡騎腳踏車，
所以有可能你到荷蘭，你也要跟荷蘭一樣騎腳踏車，但是要注意那些地方，晚上一定要開燈，你沒有開燈，你也會被罰錢了，你會被罰84塊歐元。然後也有可能你跟朋友出去玩，你喝了酒，有點醉，然後你騎腳踏車回家，如果被警察發現了，你也會被罰錢了，而且你會被罰200塊歐元。所以你喝醉了，走路就好了，或者你坐計程車，但是絕對不能騎腳踏車。而且騎腳踏車也不可以用手機，你可能在看地圖找路，或者你趕快傳個簡訊告訴你的朋友你晚一點到了，這個也不可以，不能講電話，完全不能用手機。如果被發現了，你會被罰140塊歐元。所以在荷蘭騎腳踏車很棒，但是這些規定，這個法律你一定要注意。當然，如果你喝很多飲料，你喝了酒或你喝汽水，你很想小便，你要找個公共廁所就好了。你不可以在外面亂尿，你也會被罰錢了，你會被罰140塊歐元。那這個是很貴的尿，對不對？所以如果你很想尿，你忍一下，等回飯店，或者你找一家餐廳，然後可能你還要付錢，因為在荷蘭，如果你要用廁所，大部分的地方你要付錢。荷蘭很少有免費的廁所。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，我沒有帶零錢哦，我要上廁所，沒有關係。荷蘭很多地方你可以刷卡進去廁所，但是絕對不可以在外面亂尿。很多人，尤其是女生，如果他們在外面晚上一個人走路，他們可能覺得需要一些保護自己的東西。那種東西，比方說辣椒水。在荷蘭也是非法的，你不能在你口袋裡或在你袋子裡，在你身上有辣椒水，你也會被罰錢了。我不知道會被罰多少錢，但是在荷蘭，任何武器、刀子啊、辣椒水那種東西是不可以帶的。現在台灣露營非常的流行，我也很喜歡露營，但是你真的在特定的在真正的露營的地方，你可以露營。你不能，比如說你在開車，然後你覺得，那個地方那個有一個農田啊，或你在山上，如果你在荷蘭找得到山再說。但是如果你在如果你到一個地方，你覺得在這裡好像還不錯，可能在路邊啊或者什麼，可能是反正這裡是鄉下，沒關係，不可以。你不能隨便露營，你真的去露營場，可能你每個晚上要付一點錢，也不說非常的貴，所以你真的在那種地方露營，這個你要注意，你也不能在路邊停車，你覺得累了，我就停一下，我在那邊睡一下，在路肩，這個是非法的，你會被罰很多錢了，所以不可以，你就找個地方付一點錢，然後在那邊露營就好了。那如果你注意那些我前面後面講的那些，那你到荷蘭旅遊，你會非常的安全，非常的安心的。我很想知道你們在荷蘭或在歐洲別的國家，你們碰到哪一些事情你本來不知道的，後來你被人家罵，或者人家告訴你說，其實我們在這個國家，我不可以這樣做咯。像如果你去一家餐廳，很多人點了幾個披薩、幾杯啤酒那種事情，我很想知道，你下面告訴我一下。如果你喜歡這個 video， 給我個讚，然後拜託訂閱了，跟朋友分享。我們下次見哦，拜拜。